这支影片帮大家整理了北海道30个必玩景点，还有我们沿路吃到的美食，超好拍的北海道神宫。北海道必吃汤咖喱，到函馆山看世界3大夜景，可爱的企鹅散步，成吉思汗烤羊肉，骑雪上摩托车，双板滑雪初体验，早餐海鲜吃到饱。北海道必住湖景温泉饭店，浪漫的小樽运河，在冰上钓鱼。想知道北海道怎么吃、怎么玩，交通怎么搭，11天要花多少钱？一定要看到最后哦！嗨，大家好，我是李欧。继上一次的纽西兰之旅，这一次我们又来到一样是满天雪地的北海道。接下来11天，我们要在北海道的札幌玩到旭川富良野，再到函馆、小樽跟洞爷湖来一个热门景点小环岛之旅。那究竟北海道有什么好玩的？赶快一起跟我看看吧 ！Let's go！ 这次北海道之旅来回搭乘长荣航空 ，Ashley 来回都用里程换，花了税金2522。我去程接纽西兰外站最后一段以1万元去算，回程用里程换单程票3266。北海道机票真的蛮贵的，联航特价最低也要1万元左右，推荐大家用里程换票。北海道第一站，我们要先玩北海道最大的都市札幌市。札幌有超过190万人口，是日本的第5大城，不只是成吉思汗烤肉跟汤咖喱等等美食的发源地，也有许多热门景点。我们下飞机直接搭机场巴士到北海道夜生活的精华地区，不夜城博野与新宿的歌舞伎町、福冈的中州，并称为日本3大红灯区，非常热闹，还有巨大的霓虹灯广告。第一个北海道必玩景点呢，就是在札幌的李小璐商店街。这一条商店街有超过150年的历史，是北海道最古老的商店街之一。李小璐商店街它以狸为主题，像有一些小店啊，都会有狸猫的元素。它也是一个设计很优良的商店街，它的上面啊是一个大穹顶，把它遮住的，所以说下雨天就不会有淋到雨的问题。像我们现在一来札幌就开始下雪，那它遮着，我们就可以不用撑伞，然后也能逛街，舒舒服服，是一条很棒的商店街。那它有1丁目到7丁目，非常的长，每一个街区呢都有他们主题风格的商店，包括服饰、药妆、伴手礼、酒吧等等上百间店。然后来到李小璐这边呢，附近也有许多汤咖喱。那汤咖喱的发源地就是北海道的札幌，所以等一下我们也要来吃吃看几间好吃的汤咖喱哦。要怎么前往李小璐商店街呢？搭地铁到博野站1号出口，走2分钟就能抵达。我们原本想吃的店都没开，只好路边找一间评价好的汤咖喱 Curry Shoppes。店内用餐空间蛮舒服的，我们今天坐在沙发区。汤咖喱是来日本北海道一定要吃的在地美食。汤咖喱在汤里加入各种肉与大量蔬菜，再加上各种香料，吃起来不像一般日式咖喱那么浓稠。我们赶快来吃吃看吧。我点的北海道风味特制咖喱，给了超大的剥壳虾，还有帆立贝。北海道的海鲜果然鲜甜好吃，不过汤咖喱我觉得太清淡，很像一般的汤，加上一些新香料。明天我们再去吃看看别间汤咖喱。睡了一觉，我们来吃奥之商店。奥之商店也是札幌有名的汤咖喱。奥之商店的汤咖喱看起来有比昨天的再浓稠一点点，但也跟传统的咖喱比起来算是很水的。现在喝一口它的汤。我觉得奥之商店的汤咖喱是属于比较重口味一点，这个虾汤啊，可以吃得到虾子的鲜甜味，而且汤咖喱的蔬菜真的非常的丰富，一整盘可以吃得到满满的蔬菜。北海道的蔬菜真的就都是很鲜甜，吃起来一级棒，好吃。要怎么前往奥之商店呢？搭地铁东丰线到札幌车站23号出口，坐电梯到 B1 就能抵达。下一个北海道的必玩景点是北海道神宫。北海道神宫它的前身是札幌神社，也是全北海道最大的神社。它是在1869年的时候，为它祭祀开拓北海道的守护神而建立的。那后来因为珍视了明治天皇，所以就升格为现在的北海道神宫啦。神社是祭祀神明，那只有祭祀的对象是天皇或是日本皇室，才可以被叫做神宫哦。冬天的北海道神宫被白雪覆盖，也充满了一股静谧神秘感。神宫的入口处有一座宏伟的鸟居，象征进入神圣之地。进入神社前，我们要到守水社净化一下。本店的建筑风格朴实，却也充满着威严。神宫内饰处都可以找到的菊花纹，就是日本皇室的象征。无论想祈求学业、事业、金钱，
爱情或健康。北海道神宫也都有很多御守可以祈求。要怎么前往北海道神宫呢？搭地铁到圆山公园站，走路15分钟就能到达北海道神宫。喜欢拍照的朋友也不要放过沿路会经过的公园，真的超好拍，非常出片哦。下一个北海道的必玩景点就是一定要吃成吉思汗羊肉。成吉思汗是北海道这边很有名的当地特色美食，以烤羊肉为主，门口就有一只可爱的小羊。餐厅墙上也有一只超大的羊壁画。我们今天坐吧台区，座位很干净，没有任何油垢。菜单有日英双语，有澳洲羊跟北海道羊可以选择。都来北海道了，当然要吃国产的啦。也有新鲜的海鲜可以选择，还有当日推荐黑板菜单。我们今天点的肉是 rib 羊肋排，还有 flank 羊腹肉。因为日本的餐厅礼貌就是一人要点一杯饮料。今天我点的是生啤 ，Ashley 点的是苹果汁。干杯！好喝。那我们的小菜已经上了，这是前菜，有豆腐、螃蟹跟一个日本的有名的酱料。好，那我要直接吃掉了哦。很好吃，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要上菜了，所以要赶快来拍了。我们的蔬菜盘上菜啦，超丰盛的。哇，这个羊肉太犯规了。现在我们吃的是招牌的羊肋排，哇，它非常的厚哎，厚度很厚。哎，很好吃哎，很好吃哎。而且它没有羊的那种骚味，因为其实我真的是平常完全不吃羊的那种。我去纽西兰我也没有吃羊。他真的不吃，纽西兰整盘羊肉都是我煎的。哎，好好吃哦。然后它的那个烤盘啊是特别设计的，中间是凸起来，是让我们烤肉的。然后它可以把那个肉的肉汁还有油脂留到旁边，让旁边的蔬菜也可以沾上那些肉汁跟油脂，所以吃起来就会更 juicy。旁边的蔬菜也很好吃。我们还点了一道奶油马铃薯，它还有特殊的酱汁哦。它除了明太子酱以外，它还有一点点的海鲜在里面，下重本呢这道菜。好吃。我大推羊肋排，不止肉质软嫩没有羊骚味，还非常大块，口感很好，员工都很亲切，服务也很棒，有空的时候还会帮忙烤羊肉哦。他们的肉质真的非常好，虽然价位不便宜，但也是非常满足的一餐。要吃这间炭火兜成吉思汗羊肉，可以搭地铁到博野站，南北线5号出口或丰水线7号出口都很近哦。吃完烤肉，当然要来点甜点吧。北海道札幌有独特的巴菲文化，就是在一天的最后用圣代当甜点收尾。我们今天吃的甜点店是札幌的人气店佐藤本店。今天我们坐在2楼的吧台座位，干净又舒适，还能一边欣赏师傅做甜点。店内的用餐环境非常有质感，也有可爱的小摆饰。除了甜点，也有提供咖啡与清酒。我们今天点的是草莓蛋糕，还有招牌必点的草莓起司。草莓起司使用多种草莓与起司搭配，甚至加入玫瑰与红豆点缀，吃起来非常好吃，极度有层次。不论是摆盘的精致度，或是食物的美味度，都非常有水准。草莓蛋糕也好吃，但没有招牌那么令人惊艳。老师傅的冰淇淋入口即化，非常绵密。除了蛋糕，还有一小杯饮料跟冰淇淋，讲究 CP 值的可以点这个。虽然甜点不便宜，但其实用料很实在，而且感觉就像一个艺术品。重点不会死甜，吃起来超级爽口。要吃这间佐藤本店，可以搭地铁到大通公园站，走36号出口就能抵达。札幌的前3天，我们住在札幌博野相铁。札幌博野相铁有干净明亮的大厅，办入住有机台辅助，很迅速，也有方便的自助放行李，有整排满满的置物区，一次性备品可以在大厅拿取，甚至连造型垫卷棒都有哦。房间很干净，而且很新，甚至蛮温馨的，也有一个小小的书桌可以使用。浴室真的非常干净，马桶座会加热很加分，而且浴缸还蛮大的。它这边有自助早餐，自助早餐算是很丰盛，9宫格撑完了，我想要的还没撑完。有章鱼烧、蟹形薯条、味噌拉面、各种面包、天妇罗，还有其他各式各样的食物，太丰盛，我直接吃了3盘9宫格。日本早餐通常不会让我失望，
都很丰盛，可以补充好一天的营养。好，那我们现在已经住了这一间博野象铁3晚，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实际的入住感受。首先，我就是觉得这一间饭店它最方便的地方是它离捷运站超近，我们走出去就直接是捷运站，不管去哪里都非常的方便。然后，如果是不小心遇到下雪啊，他们有提供很多的雨伞，我们完全是不用担心会有湿掉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空间，我觉得算是蛮刚好的，虽然房间不会太大，但是像我们要把我们的行李箱完全打开，都是很 OK 的，这样子全开都没问题。然后它下面这里床底下也是有空间，我们的行李箱也是都可以塞进去，灯也是还蛮人性化的，还可以这样子去微调它的亮度、明暗度都可以调整。而且他们的早餐非常好吃。如果要住在札幌的话，我觉得这一间饭店算是还蛮不错的，而且很便宜，一晚一个人才700-800块吧。下一个北海道的闭关景点是北海道大学。北海道大学它是全日本校园面积最大的大学，也是北海道的第1学府。北海道大学的四季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像它夏天的时候就会有很多不同的花卉，然后冬天呢，现在就是满天白雪覆盖着，校园的建筑物都是有这种比较欧式的风格，就看起来很像在欧式庄园里，很漂亮。那北海道大学它的前身是1876年建立的札幌农学校，那它的首任校长克拉克博士就是我身后的这一位铜像。那他在回到美国之前留下一句名言：少年啊，要胸怀大志 ，Boys be ambitious。一直到今天，这一句名言都还是北海道大学的校训哦。要怎么前往北海道大学呢？搭地铁南北线到北12条站2号出口，从北大侧门北13门进入，这里就是银杏大道，最好拍照。逛完北大，我们要来吃一间超人气的拉面店 Japanese Ramen Noodle Lab Q。它只有中午时段营业，而且在日本美食网站 Tabelog 上常常排在札幌市拉面前3名。店面很小，在 Lawson 旁边的地下室。我们中午时段来排队花了1小时。进入之前要先在机台购买自己想要的餐点。店内的环境蛮不错的，餐具的摆放都能感受到老板的井然有序。我们今天点的是酱油拉面跟盐味拉面，一碗1600日币，算是蛮贵的拉面，分量也没有特别多。盐味拉面汤头很清爽，还带一点柚子清香，非常好喝。酱油的比较咸一点，汤头也是很顺口。面体是北海道小麦做成的，又软又 Q， 很不错。叉烧软嫩但偏薄。整体吃下来的确美味，但整碗汤我都喝完，还是感觉有点没饱 ，CP 值稍嫌不够。要怎么前往拉面实验室呢？搭地铁东丰线到大通公园站30号出口走出来3分钟就可以抵达。下一个北海道的闭关景点是大通公园。大通公园全长有1.5公里长，那它原本是札幌市的防火道，那后来因为不断的修建，所以呢就增加了很多的喷泉、雕像，还有游乐设施。现在已经是大家都很喜爱的休闲场所。那在大通公园也可以看到札幌的地标札幌电视塔。那札幌电视塔它是1957年的时候建立的，它的塔高有100多公尺，那也可以爬到上面去俯瞰整个大通公园，还有札幌市景跟远方的群山。那札幌电视塔它有一点像东京铁塔，只是它比较小一点点。那它到晚上的时候，有时候会有灯光秀啊，然后四季也会有不同的活动，会在大通公园这一边举办。像2月的时候会有札幌雪季，很可惜我们现在是1月来，刚好就错过了，不然就可以看到很多的造型雪雕。那平常啊，在三丁目那边还有一个很大型的喷泉，从那边喷泉拍过来，可以拍到喷泉，还有后方的札幌电视塔，是一个很不错的取景地。那来到札幌的大家就是可以到大通公园享受一下悠闲的午后时光，吃完拉面，在这边散散步都不错。今天的晚餐我们要来吃内脏烤肉店，进我们的北海道第4天，是上菜啦，看起来超好吃的。
在冷冷的北海道，最适合来居酒屋喝酒配烤肉。猪颈肉，真的很好吃哎！那肉质很鲜嫩，然后汁超多的。这是北极贝吗？对，超好啊！我来翻，我来翻。哎呀，要一边吃又要一边烤，真难。北极贝，来北海道就是要吃海鲜。很好吃的。它的贝很鲜呢。果然北海道就是要吃海鲜，然后新鲜就会很鲜甜，很好吃。那个贝类的鲜甜的口感，整个在嘴巴里爆出来，好好吃。因为海鲜很好吃，我们又续了一盘。哇，鸡胸肉软骨，好吃，软骨很嫩，咬下去直接就可以把它全部都吃进去。而且重点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平常其实是不太吃内脏的。我原本以为我们这一间，就是我们可能还好，但我们刚才吃下去，真的觉得超好吃。对，完全没有在吃内脏的感觉，就是像在吃肉一样。但它也是肉。对，它算很新鲜啦。但我们点的没有到说很内脏。如果敢吃内脏的人，可以点点看它的内脏，应该是不错。我朋友说很赞。烤饭团的口感偏干，我自己觉得还好。生菜包肉，再放你的洋葱。赶快吃，来。生菜包肉也很赞，可以解腻。其实我觉得口味算是适中，不会到说有一些居酒屋都把它腌得太重咸。所有餐点只有牛肉，我觉得店员有点失手，撒太多盐。它的用餐环境是很舒适的，像我们坐在这个日式的和式座位区，就很有自己的空间，跟隔壁的距离也会比较宽一点，就不会有那种很狭窄拥挤的感觉。而且它的那个价格啊，算是蛮平实的哦，不会到很贵，每一盘都是只要几百日元吧。店家也很贴心的附上中日对照菜单，不用担心看不懂。能吃到这间都要感谢我的好兄弟，他非常常来北海道，然后说这间是他的私藏爱店。有一块肉掉下去了，太可惜了。不过这间店比较隐秘，在全家旁边的 West 6小入口进去走到底，可以搭地铁到札幌车站，靠近大丸百货这边，找到 JR In 札幌饭店，旁边就是全家喽。现在跟你们大家分享一下来北海道这边的必买伴手礼，就是这一间 Snow Cheese。Snow Cheese 的巧克力起司脆饼，号称 NY 饼干接班人。饼干上的乳肉有特殊纹路，做的跟卡通里的起司一样，非常可爱。咬下去可以吃到香浓的起司味，滑顺口感，加上脆脆的外皮，口感很有层次，超级好吃。另一款法式奶油饼干，还有小起司蛋糕也都很赞。金色的包装也非常有质感。来北海道记得买来吃吃看哦。这间 Snow Cheese 只有一间店，就在大丸百货里面。后来因为生意太好了，都是一下子就售完，所以在机场也有开一间。因为我们怕机场会买不到，所以我们就还是乖乖的早上开店前过来这边排队。它10点大丸百货开门，我们10点到，结果大概排了1个小时才买到。然后它大概12点的时候就已经全部完售了。买了超多，买了4239。那因为他们生意实在太好，只营业个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全部完售，所以他们又在旁边开了一个新的品牌 Niseko Maple Butter， 就在它的旁边而已。然后我们刚刚因为不知道，看到那边怎么下午也排了一堆人，然后跟这一间共用一样的排队的那个交通锥，原来他们是相关的，而且早上这边售完之后，店员就去对面那一边，然后做下午的生意。二世谷枫糖奶油也是很热门，开卖2小时内就会完售。我们没有排队，很幸运买到最后几盒。核桃奶油也是蛮好吃的，下次去还想试试看它的招牌枫糖奶油。我们还很幸运遇到 Snows 快闪店，这间店只有冬季限定贩售，只能在线上商店或快闪店买到，非常难买。包装铁桶很漂亮，有北海道雪景的诗情画意，里面有2种口味。酥脆的饼干加上里面爆满的滑顺流心内馅也超好吃。要买这几间伴手礼的话，都可以在大丸百货直接完成，算是非常方便。而且大丸百货就在札幌车站地下街是连通的，是接在一起，
建议大家一定要在中午之前就过来排队，不然绝对是买不到的哦。所有的饼干都还可以拿到8楼的退税柜台退税，就在北海道唯一的宝可梦中心隔壁。要怎么前往大丸札幌店呢？搭地铁到札幌车站，顺着标示走就可以直接连通到大丸札幌店的 B1 咯。因为要去吃一间汤咖喱，但它排太多人，我们就来吃一间朋友推荐的根室花丸，它是北海道有名的连锁回转寿司店，来北海道一定要吃的哦。来吃寿司店，当然要先点我最爱的鲑鱼、虾软跟鲑鱼软也点起来。哇，虾软军舰，虾软军舰我觉得算是有一点偏比较咸一点日本口味，但它料都给超多。对，它吃进去满口都是那个虾软、鲑鱼软，它鲑鱼软很新鲜，超好吃的。鲑鱼软在嘴巴里啵啵啵啵啵，它这烧鲑鱼上面给好多葱花，看起来好好吃啊。很新鲜，鲑鱼吃进去就直接化掉，超好吃的。下一盘焦糖鲑鱼，上一盘的炙烧鲑鱼太好吃了，吃完一盘马上它上这个焦糖鲑鱼在转盘上，赶快拿起来吃。它的鲑鱼真的是入口即化，好吃。寿司小哥每次放上那个回转台都还会再介绍一下，但是我听不懂。哇，炙烧焦糖鲑鱼，它这个炙烧味比较重，咸一点。我个人更喜欢那个葱花的那个鲑鱼，超好吃的。哇，这个干贝有够大的，它可以刚好分成2个，我吃一半好了。入口即化，它这个甜味整个散发出来，超好吃。然后它的尾鱼也是一样，超爆厚。根室花丸它除了台面上以外，还可以自己点一些菜。那它就是有分4种盘子，是不同的价位。然后有饮料啊，还有一些生食跟熟食的寿司。不敢吃生食的人也可以来这边吃。整体价位算是都蛮划算的。它的寿司都是很多，然后很肥美，而且又很鲜甜。重点是没有到很贵。那他来北海道真的可以吃这一间。要怎么前往根室花丸呢？在札幌车站、大通公园还有博野附近都有很多间分店，大家可以自行搜寻前往。下一个北海道的必玩景点是在旭川的旭山动物园，它是北海道最北边的动物园，它同时也是北海道最热门的动物园之一。那这里最有名的就是企鹅散步。今天下着大雪，札幌到旭川2个多小时的车程，有专车接送，很轻松。在车上补眠一下就到旭山动物园了，而且1日团导游时间算得很准，我们是第一批入园的，有抢到好位置，可以在第一排看企鹅散步。企鹅散步是冬季才有的限定活动，11点一到，可爱的企鹅闪亮登场。企鹅会乖乖的在雪地上列队散步，非常可爱。可以用超近的距离看到企鹅在我们面前摇摇摆摆，可爱的走着，这也是旭山动物园的招牌活动哦。看完企鹅散步，就可以探索其他动物。推荐大家可以看雪鸮，它是旭山动物园的镇园之宝，大家一定都有看过雪鸮吧？在电影《哈利波特》里面，主角哈利养的猫头鹰黑美就是雪鸮哦，全身覆盖着纯白的羽毛，冬天很难找到它，因为它会与雪融为一体。它同时也是北极最大的猛禽，是最靠北的猫头鹰。也可以去看虾夷鹿，虾夷鹿是梅花鹿的亚种，也是北海道的特有种，只有北海道看得到哦。虾夷是古代日本对它东北方族群的称呼，所以许多动物有虾夷名字的都是北海道特有种。旭山动物园另外也有许多动物可以观察，是大人小孩都很适合的亲子景点。要怎么前往旭山动物园呢？
因为旭川的地铁没有札幌那么方便，要抵达的话需要搭巴士，所以建议大家可以自驾前往，或跟我一样报名一日团，省时又省力。下一个北海道的必玩景点是四季彩之丘。四季彩之丘这边呢，在每一年除了冬季以外的时间，都会有一整片的花田。但是我们今天是雪季来，所以说呢，全部的花田都被覆盖上一层皑皑白雪。那也因为我们看不到花，所以呢，可以相应而来的是特殊的雪地摩托车。骑乘雪地摩托车之前，工作人员都会详细讲解操作方法，导游也帮忙做了英文跟中文的翻译，所以各国的游客都能听懂怎么驾驶。要解锁骑雪上摩托车的人生体验啦！雪地摩托车很有趣，中途也会停下来让我们拍拍照。如果不玩雪地摩托车，也可以玩雪上泛舟，或在旁边玩雪拍照看风景。四季彩之丘也有伴手礼店可以逛。我们已经玩完雪上摩托车了，我觉得这个雪上摩托车是一个蛮特别的体验。你可以在森林里面，然后骑着雪地摩托车。听说我们这一团刚好是因为前面有人骑得比较慢，不然其实速度会再更快一点，然后有点小失望。因为像我玩斜坡滑车啊，或者是滑雪那么有速度感，如果很喜欢速度感的人，可能会觉得稍微节奏慢了一点。如果说你们下次来的话，刚好遇到正常的速度的话，应该会觉得蛮刺激的。我们这次就有点小可惜，但没关系，旅途的可惜就是让我们下一次还有再来的机会。我们要解锁一个人生的新体验了。要前往四季彩之丘呢，可以直接导航 Google Map 就能抵达。下一个北海道的必玩景点是美瑛这边的 Kanamari 之树。在北海道的美瑛这边有非常多的王美树，这一棵 Kanamari 之树就是其中一棵代表的树。那它的由来呢，是来自一个日本的汽车广告，它的男女主角就叫 Kanamari， 所以它就以这一个名字来取名啦。北海道美瑛町的其他王美树也都各有特色，很漂亮。不论是多棵树的 Mount Seven Hill， 或是单独一棵的圣诞树，在冬天前往都能看到它们绝美的矗立在白雪之中。要全部收集，可以考虑自驾前往。一日团要跑多个点，就只能短暂停留一下下。要前往这几棵王美树都建议自驾，只要在 Google Maps 搜寻这几个名字就能抵达。下一个北海道的必玩景点是森林精灵露台。森林精灵露台总共有15个这种小木屋，非常的像在童话世界的场景里，很梦幻。然后晚上点灯的时候更是超级漂亮。那我们现在白天来就已经很不错，那等一下入夜之后它会更美。小木屋里面每一个都是有不一样的风格，然后都会有各自的手工艺品，就是一个小小的工艺村落的概念。大家来森林精灵露台要记得小心，因为刚刚我看到超多人都滑倒。那在这边就是慢慢走就对了，因为它的那个冰特别的滑。森林精灵露台一样是要自驾会比较方便，可以 Google Maps 直接导航。刚刚我们去 Seven 搜刮了很多零食，这个饼干是上次我们买到觉得很好吃的回购，有名的焦糖烤布雷冰淇淋，好硬哦！莫非这就是跷跷冰？剩下的这一些都是我们明天要带去滑雪的，这是我们的午餐。札幌后3天，我们换一间饭店住看看，选了一样在札幌博野的 ANA 假日酒店。这家饭店的床比上一间大了一点，是 Queen Size，
走道比较宽一点，也有大一点点的书桌，比较适合商务客。不过厕所的浴缸跟整体空间都比较小，马桶也没有加热的功能。房价跟上一间差不多，但离捷运站远了一点，要走3到5分钟，而且不含早餐。整体我们更喜欢上一间多一点。我们今天报名的滑雪团，它是早上8点的时候要到这一间札幌东方酒店2楼的雪具店，先去租雪具。滑雪团的费用有包含雪服跟雪具，配件类的手套、头盔、雪镜与护具是另外收费。因为上次去美国我们都有买，所以我们自己带就不用另外付钱。那我们现在已经租好我们的装备了，那我们等一下8点半发车，就要前往雪场喽。手稻滑雪场离札幌市区很近，开车大约40分钟就能到山上的雪场。但是搭地铁的话要转公车，如果都没错过班次的话，大约1个小时，不过要配合巴士的时间，所以我们选择报名滑雪团，有专车直接接送比较方便。手稻滑雪场有分2个区域，我们今天是在人比较少的高地区学习。下一个北海道必玩景点是札幌的手稻滑雪场。上次我们去美国的时候，滑雪就觉得超好玩。那这次来到北海道，一定也要来再体验一次滑雪。那上次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摸索，这次我们直接报名了滑雪团，请了教练，包含了4小时的教练课，还有全套的滑雪装备，还有来回交通跟拍照服务都有哦。那花费我最后再告诉大家，我们赶快开始体验吧。上次去美国是玩单板，这一次要来挑战看看双板。现在我们来到雪场了，哇，全白的。教练会先在平地教我们怎么使用滑雪装备，双板的穿脱比单板还方便。接着会教我们滑雪基本的知识与观念，让初学者知道滑雪的危险性以及需要注意的各种情况。教练会让我们在原地练习，而且会一个一个调整我们的基本姿势。接着就会带我们在平缓的斜坡练习刹车，正确的刹车才能保护好自己，也能避免撞伤他人。把双脚向外推出就能刹车，很像直排轮的8字刹车。教练甚至会弯下腰，协助我们调整雪板与姿势，超级细心。练习下坡的时候，教练会挡在我们的前方，让初学者都能更加安心，勇敢尝试滑雪。经过练习，我们都成功掌握刹车。刚刚学了几趟，现在教练在教我们转弯。我觉得如果你有溜过直排轮的话，非常有帮助。大概今天应该溜了10趟吧，但是因为前面这里都是在新手村，所以我们都要自己爬上山坡，就比较累一点。那等一下吃午餐之后呢，我们下午就要去搭缆车了，应该就会比较轻松一点。那现在最后一趟溜下去，要准备吃午餐啦。午餐休息时间有1个小时，山屋里面有各式各样的餐点可以选择，价位看起来比美国的山屋亲民很多。我们则是提前买好超商食物。下午复习一下早上教的，我们就要搭吊椅缆车到山顶滑下来啦。第一次从山上滑下来，大家都会比较紧张害怕，所以雪道的前半段，教练会教我们一个一个下斜坡，确保所有人的安全。等我们能掌握比较斜的下坡之后，后半段比较平缓一点的雪道，他们会再让我们自己滑下山。那我觉得这个教练还蛮不错的，因为我上次学比较快一点，但是教练就是很照顾那一些学比较慢的以外，他有空的时候也都会来找我，然后都会跟我说一些比较难一点点的技巧，还有要注意的地方。像我刚刚就是不太会做那个 S 型的转弯，我在做转弯的时候就会里面比较靠近山上的这只脚都会卡到。所以教练就跟我说要把重心多压一点到山下的脚，结果压过去之后，真的脚就比较好去做转换，然后溜起来就有比较顺。今天收获满满，而且教练都还会帮我们拍好看的照片，真的很舍不得离开这个滑雪场。
下次来北海道一定要再来滑雪。如果跟我参加同一个滑雪团，早上要到札幌东方酒店租雪衣跟搭车，走到滑雪场。我们在的是 Highland Ski Center 比较上面的这一个园区。这集我们参加的滑雪团啊，对初学者来说应该非常不错，不止包交通、包装备，甚至包了教练课，而且还很便宜，物超所值，推荐大家可以来。据川一日团呢，则是省了很多开车的时间跟精力。虽然说自驾一定可以玩得更深入，然后不会那么赶。但是呢，因为我们接下来5天，我还要自驾到北海道、洞爷湖跟小樽，所以就当做留一点体力啦。那我会把这一集我参加的这些一日团连结放在下方资讯栏，有兴趣的人可以参考看看。这一集呢，我们要前往函馆看世界3大夜景，还有吃各式各样的函馆海鲜跟美食。那赶快继续跟我一起看看北海道有什么好玩的吧 ，Let's go！ 我们早上10点的时候啊，在札幌市区租车。租这一台小蓝，它是油电车的，刚开了一下，蛮好开的 ，Yaris Cross 蛮新的车。我们这一次是跟 Times 租的，租那个超级保险，所有费用都含在里面，接待人员也很好，都没有推销我任何的保险方案，算是很愉快的一次租车体验。因为我们会开高速公路，所以有跟他们租了一张 ETC 的卡，是330日元，那再加上我原本的那个租车费用，就这样而已。北海道第6天是通勤日，我们要从札幌市区开到函馆市区。租车公司都有安装雪胎，而且抓地力蛮不错的。但如果不熟悉雪地开车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抓好方向盘，慢慢开，安全第一。开到函馆包含休息，大约开了5个多小时的车。现在我们已经来到我们今晚住在函馆的饭店，接下来3天我们都会住在这间新开的 Hotel Ino Hakodate， 它的房间超大的。比我们在札幌住的饭店还要再更大，它的房间走一个温馨风，光线很充足。这一边还有一个小小的座位区，可以在窗边看风景，看出去就是海景哦，超 chill 的。那这是浴室的部分，浴室的话就比较中规中矩，里面的内装就是这种小瓷砖，比较老气了一点。要怎么前往 Hotel Ino Hakodate 呢？搭乘函馆市电到宝来町站，步行2分钟就能抵达。下一个北海道的必玩景点是函馆山夜景。函馆山夜景跟我们上次去香港看的太平山夜景都是世界3大夜景之一哦。要欣赏美丽的函馆山夜景，最方便的方式就是搭乘函馆山缆车。大家都是集中在日落前过来，所以如果能早点上去，就可以避开排队人潮。随着缆车逐渐上升，美丽的函馆市区映入眼帘。从高处俯瞰整个函馆市区，还有后面的海湾，真的很漂亮。抵达函馆山顶之后，可以到顶层的展望台，这里是视野最棒的地方，但同时也是最多人的。许多摄影师都会早早来卡位，要站在第一排，大家可要早点上来，才不会拍到一堆人头哦。因为山顶的风实在很大，太冷了，所以我们拍完照就选择待在室内的空间，透过玻璃窗等待函馆山夜景。虽然室内会有玻璃反光的问题，但是依旧不减函馆山夜景的魅力。山下的函馆市区灯光如同闪耀的宝石，不愧是世界3大夜景，真的很漂亮。也别忘了跟函馆山的牌子拍照哦。要怎么前往函馆山看世界3大夜景呢？可以搭函馆市电到十字街站，再步行10分钟，走到山下的缆车站，搭缆车上山就可以抵达函馆山咯。或是跟我们住同一间饭店，也可以步行前往缆车站。今天的晚餐来吃函馆必吃的寿喜烧牛冰味。进入餐厅前会先经过一片美丽的日式庭园，非常有氛围感，而且也很气派。我们今天没有定位，被分配在1楼的吧台座位。牛冰味的菜单主要有寿喜烧与涮涮锅2种。我们今天点的是1份和牛、1份猪肉的寿喜烧。点完餐依序送上寿喜烧的食材。吧台座位的优点就是穿着和服的女将会帮我们料理食材，我们可以享受女将的周边服务，一边聊天。涮好的肉片裹着生蛋液一起吃，咸中带甜，再混着蛋香跟滑顺的口感，超好吃的。我觉得他们家的肉比一般的寿喜烧店再更厚一点，吃起来更有口感，而且肉质很好，真的是大口满足。让我们吃完第一批肉之后，女将会开始煮菜盘里的其他配料，沸腾的酱汁，还有扑鼻而来的香气，看得我都流口水了。洗饱肉之后的蔬菜也都是鲜甜美味。
吃饱后还有甜点可以吃，是柚子口味的冰淇淋，清爽解腻，不错吃。那我觉得它的用餐环境整体非常舒适，女将还会帮我们在这边服务，而且还穿着和服，超有日式的那种 feel 的。7810算是对得起它的价格，一个人大概700-800块。要怎么前往牛冰味呢？搭乘函馆市电到中央医院前站，步行2分钟就能抵达。下一个北海道的必玩景点是函馆朝市。函馆朝市是日本最有名的朝市之一。那它是以新鲜的海鲜闻名，里面有250家的摊商，非常热闹。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这边吃海鲜当早餐的。它这边的价位是算便宜，然后料多又很实在的。那函馆朝市它有分横丁市场，还有中间的1、2市场。再到最旁边那个函馆朝市，横丁市场呢，主要就是卖一些海鲜冻饭什么的。那中间的这个1、2市场呢，就是会有很多海鲜啊、新鲜鱼货，那螃蟹也会在里面。然后最旁边的那个函馆朝市，就是一些纪念品啊、摊商啊或药妆店等等的在里面。那我们现在就先来1、2市场找螃蟹吧。逛了一整圈之后，我们选择这间成田商店，因为它的螃蟹看起来很有活力。帝王蟹1公斤只要11800日元，比台湾便宜很多。但因为我们只有2个人，所以我们选了比较小只的毛蟹。买好螃蟹的店家还可以帮你烹煮哦。经过30分钟的等待，我们的痛风早餐上来啦！好大一只哦！它是低脂耶。哇，超嫩的啦，这个蟹肉。哇！我突然觉得我们2个好像吃得下一只帝王蟹，它要把这个螃蟹用得很好剥，这样子从2侧剥开，哇，肥美的蟹肉，这样用手就可以把它剥下来了，耶！这边给你吃，好吃，哇！超爽！要怎么前往函馆朝市呢？搭 JR 到函馆车站，步行2分钟就能抵达。下一个北海道的必玩景点是在函馆的五人锅塔。这个五人锅塔，它也是函馆这边最高的建筑物，有107公尺高。我们现在就要搭电梯上去五人锅塔的顶端。那我们上来五人锅塔，不只可以看到五人锅，还可以看到函馆的城市景。远方的金青海峡，远处那边还能看到函馆山哦。它是一个360度的观景台，可以看到各个面向风景，非常漂亮。现在我身后这一个星星形状的要塞就是五人锅。那五人锅它被日本政府指定为特别史迹，也是全日本第1座的西洋式城堡，更被列入北海道遗产，是来到北海道函馆一定要看的重要景点。那五人锅它做成心形的形状，是为了要减少防御时候的射击死角，这样子可以最大范围的射击，能够更好的保护要塞。那它现在已经整建成公园，里面有种了1500多棵樱花树，所以在春天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到很多的樱花，是很不错的赏樱景点。五人锅塔除了视野漂亮、风景好，也有详细介绍历史故事，用有趣的小模型搭配图画与文字，让大家更了解五人锅的历史。也有五人锅的复原模型可以让大家欣赏。1楼也有五人锅限定的各种饼干糖果，那这一个是五人锅的心形形状呢。这里也有很多五人锅的周边，还有4季的那个不同的明信片。春天是樱花，冬天雪就是现在。那夏天呢？没有的。夏天是绿地，秋天则是枫叶。哇，很漂亮。而且有看柯南剧场版，应该也知道这里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刚说马上就遇到柯南粉来朝圣。五人锅塔蛮不错的，不只可以看到漂亮的城市景，还可以看到历史古迹五人锅，而且又可以看到远方的海景，算是一次满足了有山有海，还有城市景跟古迹。而且上面这一边的玻璃擦超干净。然后在五人锅塔的对面有一间小丑汉堡，就是在函馆这边很有名的
汉堡店。那因为这一间店太多人了，等一下我们回到我们饭店附近那一间比较少人的再吃。要怎么前往五人锅塔呢？搭函馆市电到五人锅公园前站，步行10分钟就能抵达。五人锅公园附近还有全北海道最大间的无印良品，就在 Share Star 商场的里面。店内的装潢用了大量的木材，气氛很温馨。除了有许多的服饰与各种居家用品，也有许多日本限定的食物，很适合买来当点心或送给亲朋好友。哇，它这边的年轮蛋糕有超多种口味的啦！在台湾，我就是觉得这个红茶的年轮蛋糕很好吃，这边居然有一个是草莓白巧克力的年轮蛋糕，哎，看起来超好吃，每个都想要，买了一大堆。我们买了这么多，3939。喜欢逛无印的人别错过咯！要怎么前往 Share Star 呢？搭到函馆市电五人锅公园前站，它就在旁边而已。下一个北海道的必玩景点是在函馆吃幸运小丑汉堡。那这一间幸运小丑汉堡，它被日本人票选为全日本最好吃的汉堡店第1名。那它总共有17间分店，但是全部都开在函馆。所以，如果你要吃到幸运小丑汉堡，就一定要来函馆这边吃。它有一个特色，就是每一间分店的装潢通通都不一样。那今天我们吃的这一间十字街银座店，它的特色就是有这个超大的圣诞老人。那赶快跟我一起进去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今年最新的柯南电影，他们也有在小丑汉堡吃哦。我们今天是点一个招牌汉堡跟一个招牌汉堡套餐。套餐的话有附这种起司薯条跟一杯乌龙茶。起司酱很浓郁，而且它薯条算是给蛮多的，一整杯，趁热吃。哦，韩系。汉堡超大的。对啊，汉堡大。我们今天点的是这个中华鸡腿汉堡，是他们幸运小丑汉堡的招牌，一年可以卖出50万颗。它的内馅很丰富，我觉得没有到说让人很惊艳，但是还没有不好吃，我觉得就是还不错。我觉得它算是中上的汉堡，它的这个鸡腿肉还蛮嫩的，然后在咬它的那个脆皮的时候，外面也炸得很酥脆。那不过没有办法跟我们去纽西兰皇后镇那一间 Burger 比，那一间是全球最好吃汉堡第1名，那一间的汉堡真的更厉害。有兴趣的大家可以看我们纽西兰的影片哦。其实我觉得这边的装潢真的蛮漂亮的，就是很有圣诞节的感觉。就是整个用餐的环境算是很不错，然后汉堡也蛮好吃的，然后是有一点偏中式，像这个是附乌龙茶，因为它的那个创始人以前是做中式料理，它 CP 值非常高。我们2个汉堡，然后加上薯条跟饮料才315，非常的便宜，应该是我们在日本吃到最便宜的一餐吧，跟便利商店差不多，但是却有这样子的美味，我觉得也是很值得吃的。要怎么前往幸运小丑汉堡十字街银座店呢？搭函馆市电到十字街站走路1分钟，或是从我们的饭店走过来，也只要3分钟就能抵达。下一个北海道的必玩景点是在大沼公园里面钓鱼。在大沼公园的冰上钓鱼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哦。我们就坐在这个小凳子，然后这边钻一个小冰洞，我们就在这边垂钓。但是要特别小心，不要把手机掉到洞里了，掉进去的话是拿不出来的。我们2个虽然都没有钓过鱼，但是也不用担心，因为工作人员都会陪我们在冰洞前面教我们钓鱼的小技巧，之后再让我们自己尝试钓鱼。钓到一只了，大丰收啊！钓到鱼真的好有成就感。钓了2只鱼，诀窍就是那个线动的时候就要赶快拉起来，这样就可以钓到鱼咯。我觉得他们的服务算蛮好的，像我们钓一阵子，那个饵都要换，然后工作人员就会帮我们把饵换新，不敢换饵的人都可以体验到这种钓鱼的乐趣。
那今天也是日本的国定假日，那家长都带着小朋友过来这边玩钓鱼，那小朋友也钓得起来哦，很厉害。今天的成果大概15、16只鱼。这个活动是老少咸宜的，带小朋友来这边钓鱼也很好玩哦。钓完鱼之后，也很适合在旁边的大沼公园散步一下，这边很悠闲，而且也很漂亮。大沼公园还是日本新三景之一哦。公园内到处都很好拍，非常出片。要怎么前往大沼公园钓鱼呢？搭 JR 到大沼公园站，走到大沼国定公园里面，就能找到这间冰上钓鱼店。我们的晚餐去 Seven 买了亲子冻饭、炸鸡，还有点心。点心是一个布丁，还有我们这几天吃到大获好评的铜锣烧。这个铜锣烧我们已经吃第3个了，超好吃的。内馅有够多的啦，还有我们隔壁的章鱼烧、小丸子。晚餐我们买回来饭店的 lounge 吃，这里的空间很大，座位舒服，而且很干净，光线也很棒。下午3点到晚上10点，还有免费的牛奶、饮料与红白酒。住在函馆的第2天，我们来享用饭店的早餐，一人2800日币就能够海鲜吃到饱，重点种类很丰富。现在要来吃我们的重头戏——函馆的海鲜鲑鱼卵。啵在嘴里，散满散背。很新鲜，超鲜甜的。鱿鱼生鱼片、鲑鱼生鱼片、尾鱼，不愧是函馆，那个海鲜真的很厉害。北海道的海鲜超赞，雪蟹，全部都很新鲜。烤鳗鱼，都很好吃哎。我等一下这是续一盘，2800元的早餐，然后可以吃到各种函馆海鲜，还有当地美食，像成吉思汗羊肉，还有汤咖喱也都有。其实不贵，2800就跟我们去那个函馆朝市一样，它的海鲜冻饭一个就2800以上，所以这一间饭店给的早餐算是很丰盛，而且我觉得不马虎，各种海鲜都有。如果喜欢吃多样化，这间饭店吃它的早餐也还蛮不错的。他们早餐种类真的很多样，有各式各样的甜点，不同种类的面包，基本该有的沙拉，各种熟食也一样都没少，还有现点现做的墨鱼欧姆蛋。下一个北海道的闭馆景点是八幡坂。八幡坂是号称函馆最美丽的街道，中间有石板路，两侧有树木，最远的远方还有海港跟船只，非常漂亮。八幡坂它也是很多日剧中重要的拍摄场景，是来函馆必玩的景点。八幡坂从函馆山延伸到港口边，全长270公尺。以石砖地面铺成，走到八幡坂的最高处，还可以看到道路与大海相连。使用长焦镜头可以拍出美丽的压缩感画面。到了晚上，两侧的街灯还有函馆湾点灯时，也会呈现出不同于白天的浪漫氛围。抓紧时机，还能拍到函馆的路面电车哦。八幡坂最高处离昨天我们去的函馆山观景台很近。不论是白天还是晚上，都很适合来八幡坂散散步、拍拍照哦。要怎么前往八幡坂呢？搭函馆市电到墨广町站，步行2分钟就可以抵达。建议大家走到八幡坂比较高的地方往下拍会更漂亮哦。今天我们要来吃小丑汉堡，这一次是点咖喱饭跟它的招牌汉堡。今天的风格是还有秋千座位的，我们是坐沙发区，一样有柯南。下一个北海道的必玩景点是金森红砖仓库。金森红砖仓库建立于1909年，它也是函馆的第一个营业用仓库。那现在呢，它已经整建为多元化的商场。里面有非常多的商店啊、店家啊可以逛的。那它的外观呢，就是这种红砖仓库，三角形的，上面写一个生字，很漂亮哦。这里有一间 Petite Merveille， 它是北海道限定的乳酪蛋糕哦。它连续7年获得金奖的殊荣。我现在要来吃它的乳酪蛋糕，超绵的。蛋糕是一种很扎实，然后软软绵绵，又带有很重的乳酪香味，超好吃的。
入口即化，好赞哦！大家来金森红砖仓库的话，可以顺便来这一间 Petite Merveille 来吃哦。它的法文的意思是小奇迹的意思。金森红砖仓库里面也有许多特色小店，有各式各样的伴手礼，还有韩馆海鲜。这里有一个运河，旁边就是金森神社。要怎么前往金森红砖仓库呢？八幡坂逛完，直接顺着海边走几分钟就能抵达金森红砖仓库咯。我今天吃韩太郎，现在这样平板点餐，它可以选择繁体中文，蛮人性的哦。不过我觉得前几天在札幌吃到的根室花丸好吃很多，而且也更便宜。这间 Hotel Ino Hakodate 我们也已经住了3晚，要准备退房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入住感受。我觉得它的房间就是比札幌的大很多，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休息空间，看出去还能看海景。早上一起来就非常的心旷神怡，它的玄关的位置也超大。我们的这个超大的行李箱这样子打开之后呢，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它离那个路面电车也超近的，走过去大概1分钟就到了。所以你如果说没有自驾的话，你在函馆也可以很轻松的抵达所有函馆热门的景点。重点是它的早餐很好吃，海鲜很多，而且房价很便宜，跟我们在札幌差不多，一个人1晚700-800块吧。如果来到函馆有想要住比较新的饭店，地点跟价位 CP 值很高的话，我很推荐这间 Hotel Ino Hakodate。函馆退房后，我们就来到北海道3景之一的洞爷湖。洞爷湖也是日本第一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地质公园的地区，可以在这里泡温泉，欣赏美丽的湖面风光。洞爷湖的颜色蛮蓝的，湖边呢有这种大大小小的山，就是中岛，它们是因为火山作用而形成的哦。下一个北海道的必玩景点是入住洞爷湖这边最高级的温泉饭店乃之峰。这间乃之峰，它是号称洞爷湖温泉街这边最高级的饭店。这一趟11天的北海道之旅，我们有1半的住宿费都花在它身上了。那我们是特别选新的房型，然后是住在行政楼层，就是特别高楼层的房间，这样我们就不会被任何东西挡住，可以看到湖景。但很可惜，今天天气没有到很好，看不到远方的羊蹄山，然后刚刚还在下大雪。但是除了景观以外，我们这次是1博20的方案，有包含早餐跟晚餐，听说它的早晚餐也是很棒的。那我们就赶快看看它的房间怎么样吧。进到大厅前会先经过气派的走廊，大厅有大面的落地窗，可以直接看到洞爷湖景，挑高的设计也非常气派，座椅也很多，可以让旅客好好休息。今天我们是入住俱乐部楼层，所以有专属的 check-in 柜台，不止空间比较舒适，可以坐在窗边欣赏洞爷湖，也有提供迎宾咖啡与点心。check-in 的时候会提供酒类与点心的时间表。各楼层也都有不一样的主题设施可以给大家使用。那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们乃之峰今天的房间。进来之后，这里的玄关很大，它的玄关还有一个很大的座位，一进来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行李，它已经帮我们送上来啦。给各位看看，超巨大的客厅，很舒服的2边沙发，配色也很有质感，然后灯光是很刚好，不会过亮。但是你的窗户洒进来的阳光又让采光非常的棒，可以直接坐在窗边欣赏洞爷湖的美景，超赞的。客厅有一台大大的电视，然后旁边有一台平板可以看到你想要的资讯。然后旁边呢，这是我们的卧室。卧室的话，它是给双床的，2张床，空间很大，不怕有人被踢下床。然后房间也有一台大电视，衣橱里会有浴衣，就是等一下我们如果要去泡汤屋，我们要泡温泉的时候，就可以穿着它，然后在我们的酒店里面行走。浴室的话，当然就是有双洗手台，早上不用抢刷牙洗脸。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它的淋浴间跟洗手台是放在一起，不过呢，如果你要上厕所的话，它必须要走到玄关旁边，这一个才是厕所。厕所的话呢，它是独立自己一间的，但我觉得比较失望一点的是，它居然没有浴缸耶，
这么大间的房间，这里应该有10几坪吧，但是它没有给浴缸，可能是因为想说它有好几个浴场吧，所以就没有给浴缸了。但是我本来是还蛮期待，如果一晚1万多块的房间，应该会有浴缸吧。那最可惜的是，我们今天天气不太好，我们只能看得到中岛，但是看不到远方的羊蹄山，不然原本是可以直接看到羊蹄山的。然后现在已经下午4点了，因为我们是住那个俱乐部房型，所以我们可以在4点的时候到下面的贵宾室吃甜点跟饮料。吃完之后，我们就要去楼上泡汤，再去享用他们晚上的 buffet。住在比较高级的温泉酒店，我们当然就是要好好的享受饭店的设施，因为我们前面9天也玩得蛮疲劳的，今天呢就好好放松。我们拿了酒、香槟，还有一些小点心，坐在窗边。冷冷的冬天，在室内看着湖景吃点心，真的超享受的。刚刚泡完汤了，超舒服的。我第一次在顶楼，然后0度C 的寒风一边吹，然后一边泡着温泉池，那个温泉的热气整个上来，超舒服。而且在顶楼还可以看到星星、月亮跟远方的洞爷湖景哦。露天风吕以外，还有室内的，就是有药膳汤啊、例汤，还有等等很多，空间超大。烤箱跟蒸汽室也有。我们泡完温泉之后，来享用他们的自助晚餐，有虾子、螃蟹、扇贝等等海鲜，握寿司、手卷、各种生鱼片，还有冷盘与沙拉，也有现点现做的特色餐车，像是北海道牛排，还有用喷枪炙烧的焗烤海鲜，种类非常多样，好想全部都吃一轮。我刚刚啊，本来想说随便拍拍照就好，没想到这个铁板牛排有够好吃的啦！现做的那个铁板都是烫的，让它保有它的温度，它的熟度我觉得很刚好，6分熟左右。哇，肉质超软嫩。饱餐一顿后，还可以 DIY 冰淇淋当甜点哦。早晚餐我们都是在有挑高落地窗的湖景餐厅吃，看出去就能欣赏洞爷湖景，非常放松。早餐的样式也是很丰富，有各种面包、水果与沙拉、北海道产牛肉咖喱。特色餐车有提供现打果汁，还有现做拉面与浓汤，光是牛奶种类就有好多种。我早餐拿了一个欧姆蛋，一个松饼，还有饭团跟一些小菜，点了一个扇贝拉面，还有牛肉咖喱饭。吃完乃至风的早餐了，所以也算是体验完乃至风他们全馆的设施，还有早晚餐，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想。它是洞爷湖这边最高级的饭店。那房间的话呢，我们住那种俱乐部楼层的，真的很大，房间很赞。然后晚上我们就待在房间的客厅那个大沙发上面看《单身级地狱》第4季。房间看出去就是洞爷湖景，就很去有很舒服。而且它的汤屋也很厉害，9楼的那个露天风吕，整个风景很棒，然后很舒适，真的有疏解我这9天的疲劳。它的早晚餐我觉得会没有我期待的那么好。它的种类是很丰富，没错，但是它的食物就是只有几样是特别好吃的，但其他大部分的食物是比较一般般的。早餐的部分啊，它就没有那个生鱼片，但它的早餐还是有到一定的水准的，毕竟就是很丰富，然后也有一些是现点现做的，就是吃起来也还是中上水准。整体呢，入住乃至风我还是觉得是很棒的，就是很放松啊，然后房间很大，景很漂亮。但就是如果你很幸运的话，可以看到很漂亮的湖景，或者是你在夏天来有那个花火大会的话，那一定是可以让这一间的入住体验更棒。那不过房价当然也会比较高，像我们这次入住一晚就抵我们其他在札幌跟函馆住的9天的房价了。不过如果你有来洞爷湖的话，就是蛮推荐来住住看这间乃至风，体验一下。那我自己是推荐住在俱乐部楼层，就是俱乐部那一馆，都是比较新的，然后房间比较大的，也不会有视线的遮挡，没有露台。要怎么前往乃至风酒店呢？ Google Maps 导航湖景饭店洞爷乃至风就可以抵达。下一个北海道的闭馆景点是洞爷湖展望台。在洞爷湖展望台，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洞爷湖，还有中间的中岛。但可惜今天有一点阴天，还在飘雪，所以我们的视线有一点没有办法看得很完全。
但如果天气好的话，应该是非常漂亮。洞爷湖展望台的这个牌子也是很多人会跟它合照的哦。展望台的牌子旁边有一些台子，可以在台子上面从比较高的地方往下拍。我在这边还找到一排小鸭子，有人用了鸭鸭制造器制造的一排鸭，也有很大一间的土产店可以逛，可以买到各种纪念品。要怎么前往洞爷湖展望台呢？ Google Maps 导航Shikozu Toya National Park Silo Observation Deck 就能抵达。接着我们开2个多小时的车，从洞爷湖前往小樽。下一个北海道的必玩景点是在小樽的界町通商店街。那界町通商店街这里集结了非常多的有名伴手礼，像六花亭、北果楼还有 Lutao 都可以在这条街买到。然后在界町通商店街这里也有一个童话十字路口，这个十字路口非常漂亮哦，就是很有一种在童话的感觉。然后周围的建筑也是融入了日式跟欧式的建筑，就是很有异国风。那到了界町通商店街，我最推荐大家来这间 Lutao 的本店，就是有这个钟楼造型的这一间。这一间 Lutao 是我每一次来日本都一定会买的超好吃甜点。他们机场有卖那个乳酪蛋糕，大家一定都吃过，超好吃的。那为什么一定要来呢？因为这间 Lutao 它的发源地就是在小樽这一个界町通商店街。那它光是在这一条街上啊，就有5间分店哦。大家一定要来这间本店，因为它3楼的这个钟楼塔是可以免费上去的，而且在上面的话可以俯瞰整个小樽市哦。我们走到这间 Lutao 本店的3楼，就是这个观景台。那观景台它也是360度的，各个面向都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小樽市景。像我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童话十字路口，然后走到后面这里还可以看到小樽的港口哦，视野很棒。这边还有一个钟可以敲。不小心敲一个钟声太大，吓了我自己一跳。钟楼看完就可以到楼下采购啦，有各式各样的甜点，也有许多本店限定品项。下雪就是要吃冰淇淋。我们在店内吃费南雪现做的热热的，而且外面还脆脆的，超好吃的，甜度也适中。别忘了把热腾腾的费南雪沾上冰淇淋，2个搭在一起根本是绝配，口感非常有层次哦。逛完 Lutao 也别忘了隔壁的北果楼，他们的年轮蛋糕也是很有名的。还有我最爱的六花亭葡萄奶油夹心饼干，六花亭酒糖也是很适合送礼。要怎么前往界町通商店街呢？打 JR 到南小樽站，步行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北海道必买的北果楼，还有六花亭跟 Lutao 本店都在这里。下一个北海道的必玩景点是小樽运河。小樽运河建于1920年代，它一开始是为了要促进北海道这一边的货物运输而兴建。那它的2侧啊，有石板路，很复古，然后还有煤气路灯，跟大正时期就有的仓库群。那现在的小樽运河已经成为小樽市这一边最重要的景点咯。冬天铺上一层白雪之后，看起来更加漂亮。那因为小樽是比较早发展外贸的城市，所以西洋国家过来的时候呢，就留下了一些欧式的建筑，所以有一些建筑就会看起来比较好看，然后有特色。今天的温度也很低，负2.8度，刚刚负3点多度，一直断断续续的在下雪。我们开过来的路上也是沿路大雪，还有开车开超慢的。要怎么前往小樽运河呢？搭 JR 到小樽站，步行大约15分钟就能抵达。小樽逛完，我们开车回札幌市区还车，再去二访我们觉得很好吃的烤肉店。最后一天退房，我们一样在博野搭机场巴士。新千岁机场国内线比国际线好逛，回国前可以再好好逛一下，在这边吃北海道的美食，买伴手礼。刚刚我已经结算了，这次我们11天总共花了51989，算是有一点点超出我的想象。我以为可以再玩更便宜一点，但因为北海道的物价实在是没有像东京还有大阪、京都那么的便宜，什么东西都稍微贵了一点。再加上我们还去滑雪、玩雪上摩托车，
甚至有一晚住洞爷湖的温泉酒店就花了13000，然后机票也稍微贵了一些，所以花费呢一天差不多一个人4000多块啦。而且这一次的机票有单程是用里程换的，所以有省了一些钱。那下一次我还会想要再来北海道，不过机票2万多块实在有点贵，应该多存一些里程，再用里程换一次吧。以上就是这一次北海道11天的旅行，一些好玩的景点跟好吃的美食跟大家分享。那一样我会把实用的购票连结放在底下资讯栏分享给大家。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